一边是乌克兰的苦苦等待，一边是即将到来的寒冷冬天。西方在对乌克兰承诺援助的同时，也在期盼俄罗斯的天然气，自身也处于进退两难的境地。今天我们来聊聊，这下美元霸权怕是为了。各位网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评估，我是易评估。对于任何一个国家来说，不管做出什么决定，一定会基于一个前提，那就是在不损害自身利益的情况下。如果做出的决定损害到自己的切身利益，那么虽然决定已经做出，但是实施与否就会变得耐人寻味了。目前乌克兰战事发生了一些新的变化，除了前线战场交战之外，乌军开始对俄军后方的克里米亚进行袭击。除此之外，前些天莫斯科突发的震惊世界的爆炸案告破，凶手也直指乌克兰特勤局。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拖延乌克兰战事，为乌军的大反攻赢得时间。但是即便乌克兰方面做到了极致，他们说梦寐以求的大反攻其实很难实现。根据相关机构提供的数据，截至目前，欧洲已经有1个多月没有给乌克兰打钱了。在这段时间里，乌克兰只能靠美国提供的援助苦苦支撑。虽然作为欧洲的主要国家，德国仍然表示会向乌克兰提供大量武器和物资，而且很快就到，但是在没有得到确切军演时间表的情况下，德国望梅止渴这一招似乎对乌克兰也起不到任何效果。此外，德国联邦政府发言人还表示，德美法英将向乌克兰提供长期支持，一方面口口声声要支援乌克兰，一方面却没有任何实质性动作。面对这种说一套做一套的言行，泽连斯基除了抱怨之外，还有2个字：苦等。然而留给他的时间已经所剩无几了，因为再过2个月，欧洲就要进入冬天了。众所周知，欧洲对于俄罗斯的天然气依赖度非常之高，想要度过寒冷的冬天，保证制造业正常生产，都离不开俄罗斯的天然气。但是在俄乌冲突爆发之后，欧洲对于俄罗斯不但严厉的制裁，这让普京不得已打起了能源牌。虽然欧洲部分国家选择了妥协，但是随着美西方对乌军援的持续和加码，俄乌冲突不断升级和蔓延，俄罗斯必须继续使用能源牌进行反制。眼下俄罗斯输往欧洲的天然气数量已经所剩无几，如果欧洲继续对乌克兰提供军援的话，那么俄罗斯进一步减少或停止对欧供气，到那时欧洲将面临非常严重的天然气危机，而且由此引发的一系列连锁反应，谁也无法预料。在这个时候，一边是泽连斯基的望穿秋水，一边是普京的胆气警告，西方国家被夹在这2个人物中间，陷入到进退两难的境地。现在他们唯一能做的就是像德国那样拖下去，一边敷衍泽连斯基，一边极力缓和同俄罗斯的关系。乌克兰对于西方国家来说就是一枚棋子，当他们觉得乌克兰抗俄对自己有利时，便会不遗余力地帮助乌克兰。当乌克兰战事损害到他们切身利益时，他们首先要做的就是保证自己的利益，在自身利益还没有得到保障的时候，就更顾不得考虑乌克兰的处境了。因此，泽连斯基想要大反攻，也为大反攻想了办法，做了努力。只可惜的是与欧洲国家即将面临的严冬相比，他这一切就显得不那么重要了。接下来不出意外的话，俄罗斯将加强战场攻势，按照目前的军援状态，属于泽连斯基的寒冬也将很快到来，留给他的时间真的不多了。好，今天的话题就聊到这里，我们下期再见。